仔爆料肖战多年单身。好奇说这个顶流到底会不会谈恋爱，我们就去验证吧。那个时候人家住在一个公寓，公司完美了。哎，对，怎么可能就住这个地儿？这个地儿没法谈恋爱，谁家没个电子猫眼？你顶流家进去谁都看得见。早期已经火了的时候，还住在北京东四环最朴素的一个小公寓里面，生活极其乏味枯燥，除了工作基本就不出门了，又是一个小开间，推门就能看见床。他们看了很长的时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绝对是一个人住，什么那些绯闻都是不存在。后来他们发现经常拍不到顶流，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是晚上出去工作。这个消息瞬间冲上热搜，前排网友说，你看肖战都忙成啥了？狗仔亲口证实目前单身，生活简单到极致，心思都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绯闻。还有总结为单身，极度自律，生活规律，物欲不高和事业批。还有说很戳人的一点就是顶流的私生活居然朴素到让人心疼，他不是没有生活，而是把人生全部压在了热爱与责任上，越扒越干净，越扒越专注。说狗仔的这次爆料把肖战的专注与清醒体现的淋漓尽致。我的天啊 ，Are you crazy？其实这个热搜没有很震惊，但是看到这些评论确实很让人震惊，不觉得这个逻辑很诡异吗？这就好比像是一个陌生人翻墙进了你家，翻箱倒柜的待了几个月，然后跑出去和邻居大喊说，大家快看啊，他家真的没藏人，他每天按时睡觉，用心工作。结果你不仅没有报警，还因为他在夸你为他鼓掌，就因为他说的单身和爱听的内容符合了对偶像的期待，就开始大量的认可跟帖，甚至认为狗仔这种专业人士说的话一定是真话，非常可信，却完全忽视了他的信息来源不论真假都是靠跟踪窥视隐私获取的本质吗？难道不应该认为无论爆料好坏，跟踪窥探都是对人的伤害吗？这种双标的选择性信任真的不是在亲手喂大狗仔的话语权吗？那要是知道这个方向好使，那是不是以后可以跟一段时间就来给各位爱听的汇报一下呢？这本质和懒得动腿的私生又有什么区别？不少网友认为跟踪行为本身就触犯了法律底线，触指酷刑日常行为都属于绝对的隐私，受法律保护。而狗仔在直播当中说出这些事情已经涉嫌侵权，这本质和私闯民宅偷翻日记没有什么区别。对肖战来说，就是他每天上下班，屋里屋外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吃什么几点睡。哪怕对方说你很自律，但是这种被扒得精光的透明感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吧？谁愿意活成没有秘密的标本？不管他的内容好坏，他获取的方式就是错误。就像你用偷来的钱，哪怕去做了慈善，那也是盗窃，不是吗？但是你关注并且认可了他，信任了他说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在心理学中，这种证实性的偏见，也就是你本来就相信他是单身，他专注事业的时候，任何一个支持这一个观点的信息，哪怕来自于狗仔，都会被大脑拿来当做证据，并赋予其更高的可信度。这个时候，你不是在接受信息，而是在寻找认同，然后你就会陷入认知失调，你的大脑会自动调整逻辑顺序，也就是既然他说的是对的，那他可能没有那么坏，于是开始转发跟帖。因为人的认知一旦认可了他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抵制一个帮你说话的人，所以大脑为了缓解这种心理上的不适，就已经自动忽略了他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但是呢，如果肖战在听这一段，他只会觉得有一大伙人在试图窥视他的私生活，不论真假，没有人愿意自己的日常每一天被拿到公共平台上讨论，哪怕是夸奖，那也是一种被动无法自控的展示。那里面潜在的风险就是，原来说好话有人会听，有人认可就继续变本加厉的跟。所以说退一万步说，难道我不去窥探肖战的隐私，我就不知道肖战的为人了吗？非得需要靠这种方法去证明心中的期待吗？我只需要看肖战在获得 SMG 视帝之后和东方新闻娱的采访当中，就能看出来他第一句话说，感谢 SMG， 感谢东方卫视，感谢电视剧品质盛典给予我这份荣誉，谢谢。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个人光环，第一时间致谢行业与平台，刻在骨子里的谦虚，哪怕已站在顶流的位置，他也始终记得荣誉是行业给予的信任，这种敬畏心不比住在东四环更值得关注吗？主持人问他和那英娜姐的一些合作过程，他说相比较于大家看到比赛当中的画面，他觉得更难忘的是他和娜姐在做一些选歌的环节，录歌背后的故事，娜姐教他唱歌技巧。相对于我们在比赛的那些画面，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其实我跟娜姐在一些选歌的环节的时候，我们在录制的一些录歌的在录音室里面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更加的有趣。就是娜姐会教我一些唱歌的一些技巧，说明他重过程轻浮华，珍惜合作里的成长，而非表面的高光。这说明他的自律就不是人设，是刻在行动里的选择。他更在意的是我学到了什么，而不是别人看到了我什么，因为他的精力都用在了成长上，而非维持人设。这不比那60平米的房子更值得敬佩吗？主持人问他变化，他说变的是自己的阅历和自己的年岁，但是摄入的养分越来越多。他认为不变的是对事情的热爱与专注。好像也没变，我觉得变的是自己的阅历和自己的年岁越来越年长，我看到的东西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摄入的养分越来越多，但我认为不变的还是对事情的热爱与专注吧。这份清醒让他在顶流的喧嚣当中守住了自己的节奏，这难道不比他住的地方有几个电子猫眼摆了几张床更吸引人吗？他最后说，这个行业他认为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能传递给观众和大众一些开心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希望大家保持质朴，顺顺利利，健健康康，把传递快乐当成责任，把质朴的祝福送给所有人。他觉得这种接地气的真诚比任何隐私爆料都更打动人，所以喜欢肖战就去关注他愿意展示的部分，尊重他不想让人知道的部分，珍
析它给你带来的感受，你可以自己去享受，自己去脑补，自己去创造这个过程，但是不是去通过信任一个窥视者给你提供的认可。所以肖战的价值一直都在作品当中，在他对热爱的坚守里，但是绝对不会在狗仔的镜头和嘴里。所以有的时候，与其道听途说，不如思考一下，什么是心不换物，物不至。内心不渴望的东西是不可能会靠近你的。都说顶级长相是雌雄难辨的，作为女娲炫技之祖的肖战，应该是内娱唯一一位男女老少通吃的男明星了吧？但是我要给这句话泼盆冷水，大众口中的雌雄难辨，往往是把男生画得像女生，那是娘不叫美，或者也可以叫做老娘我最美。真正的雌雄莫辨，在美学逻辑里面是面部结构的极限拉扯。所以肖战这张脸为什么能统一内娱审美？因为他身上同时存在3种不可能共同存在的矛盾。第一层，悲死与杀伐的双标眼。我们先看他的眼睛，很多博主会告诉你这是瑞丰眼，但他们不懂的是，这双眼睛的剑条走向其实非常的分裂。你们看他的重睑线，线条非常的平顺，眼角却是锐利的，眼头有点微微下勾，这种线条在面部心理学是攻击性的来源。但是你们看他的下眼睑却是一个 S 型的弧度，也就是我们说的桃花眼的特征，综合了眼角的攻击性。但是这双眼睛最绝的是他瞳孔的位置，它其实是有轻微的下三白，别的明星静态下三白是清冷，是距离感，但他却因为下眼睑那条卧蚕的网兜感太强，把这个下三白反而转化成了一种悲悯感，上面是刀锋般锐利，下方反而是丝绸承托住。所以当你凝视他眼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被审视的压迫感，但下一秒你又觉得他在向你求救。这就是为什么男女老少都吃他这套，因为男人看到了强，而女人看到了弱。第二层，重工骨骼加精致皮相。肖战有着重工业的骨相加轻工艺的皮相，这也是他区别所有韩系爱豆的核心。现在审美流行的是什么？是磨骨，是一刀切，是清一色的唐三角，而且下颌指甲都是高转角位啊。但肖战的下颌指甲非常重，他的拐点偏低，并且方正，这块承重墙给了他极强的男性荷尔蒙底色，并且让他脸不管怎么瘦都不会垮，不会飘。但恰恰就是这副偏重工业的骨架上，女娲却给他配了一套最轻盈的软组织。不光是它最轻薄的全脂肪垫，更是它锐利的人中体和清晰明落的 M 唇。这份锐角的细节打破了它下颌角的沉稳，就像在一座钢筋水泥的堡垒里开出了一朵精美的玫瑰花。这种微妙的反差会让你觉得它又可靠又柔和，就像那种心勇猛虎、细嗅蔷薇的感觉。第三层，笑肌管理的禁区，也是它最难模仿的一点，就是他的笑容。我们常说帅哥不能大笑，就像纪凌尘一样，一笑就崩了，牙龈乱飞。但是肖战是出了名的笑容杀手，你们以为是牙齿好看吗？不全是，一定是他的提上唇鼻翼肌跟颧大肌的配合。你们可能听不懂，就好像普通人的笑容，他的肌肉力量是整张脸横向拉扯的，但是他的笑容是垂直向上的。而且哪怕笑得再大声，他的眼轮匝肌依然是收紧的，眼尾不会上吊，还是平行的，并且他的鼻翼也没有假性扩张。这种极其克制的肌肉走向综合了他的笑容里的甜，留下的是清爽感。而基因孤品的肖战为什么说他是女娲的炫技之作？因为在遗传学和概率学上，所有的矛盾通常都意味着冲突和丑陋。方下颌一般配的粗五官，大眼睛一般配圆脸，做线条上的呼应。但肖战这张脸把男性的骨骼架构和女性的五官精致度以及孩童般的肌肉动态三者强行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真的不叫整容模板了。因为医生能削掉你的骨头，但切不出这种对立统一的基因彩票。你们下期想听谁？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